Hello， 我是飞妈 Kitty。这集是我与孩子第一次的家庭露营全记录。在这3天2夜中，我们是以一个菜鸟的身份来这里体验露营的生活。这会是在我野外的山林环境之下，全程1打2，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也会与大家分享我在这次露营之中所学到的菜鸟必知露营事项，让大家在下一次的露营都能够顺顺利利。是的，我想让你们的顺利建筑在我的痛苦之上。为了想要与孩子们在这第一次的露营生活中有个难忘的回忆，我就与女儿们准备了一些任务挑战，那就是 Family Challenge。总共有7个任务，之后我就会一一的揭开每一个任务是什么。而做这个家庭挑战的规则就是：1得要露营期间完成，2得要3个人一起完成。那我跟孩子都很期待在这次露营期间呢，可以把这些任务达成。如果想要顺利在这3天之内完成任务，我们就得要先把露营装备全都放上车，塞好塞满之后，去 Timmy 吃午餐，把肚子喂得饱饱的，再去给车洗个澡，让整趟旅途有个干净的开始。接着经过美丽的海天公路，心平气和的同时，还能心旷神怡，然后总算抵达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所以这次本次单亲妈1打2的露营全记录，就从还不知道怎么搭的帐篷开始。OK， 看起来好复杂啊。Hurt yourself though. 嗷嗷啊！阿姨，你还好吗？天哪，还好你爸爸有带 hammer。学到的第一件事，记得要带锤子。嗷！耶，帐篷搭成功！我们这个是6人帐啦，但是呢，够我们3个人住啊。而且里面也有一个蚊子也在里面。好，把它赶出来。之前就有听了古人的建议呢，所以我们也在下面放了防水布，然后也带了2个气垫床，其中一个还有破洞，希望能够充完气后能够撑我们这2晚。也准备了睡袋，还有我们的枕头，希望能够让我们一觉好眠。加油灯也挂上去，成为我们黑暗中的一盏明灯。花了我们超多的时间来弄的。嗨。移动的家搭完，周遭也得要处理。在桌子铺上了桌巾，启动了令所有蚊子都百攻不破的超级防护罩，周围也要摆一个蚊香，形成完美的金色穹顶。最后也要喷洒防蚊液，形成金钟罩铁布衫，让我们的身体百毒不侵，完美。我们待的地方叫做 Paradise Valley， 私人的一个露营地，位于温哥华北上约1个多小时的 Squamish。据说这个露营地对新手友善，有饮用水，有洗澡的地方。谁会放 bacon 在这？还有浴室可以洗澡，浴室1块钱可以洗4分钟。听说水力够强，水也够热。哇，这洗澡的地方好干净哦。我们明天会去 Ellis Lake 玩水，那希望回来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去那边洗洗看。整个营地有80多号，我们待的是25号，就靠在厕所旁。朋友说订厕所旁边很好，半夜起床尿尿可以不用走太远。朋友说露营生活就是你的时间不是花费在准备，就是在吃的过程当中。所以现在就来到了做晚餐的时刻。听说每个露营新手的其中一餐都是吃泡面，所以准备了2包泡面，应该够我们1大2小吃。为了营养均衡，我加了菜，加了蛋，也把香肠大卸8块后丢进锅里，这样应该色香味俱全吧。刚刚朋友跟我说，还好现在风不大，因为如果风大的话，我的火很有可能动不动就会熄掉，要么就是人挡在旁边，要么就是得要有一个可以挡风的一些不知道假墙吧。所以这也是我学到的一件事，就是烤炉的周围最好有能挡风的东西。就在我们吃饱了之后 ，Family Challenge！ 为了不想要在露营期间没事做，大眼瞪小眼，也想要给我们留下特别的回忆，我跟女儿打算挑战7种的家庭任务。我们还立下了规则，就是在做挑战的时候，得要在露营期间完成，得要3个人一起完成。我们来到此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进行责任这个项目挑战。享受完了美食，也要一起帮忙收拾，这是身为一家人的责任。Are you ready?Yes， 我们把脏的碗盘一起拿到营地的洗碗处，我们把吃的碗盘用洗碗巾好好的洗干净，我们再把洗好的碗盘一起拿回放桌上擦干。责任挑战完成。好，所以我们东摸摸西摸摸了之后，天色等一下也要暗下来了。来到露营地，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Be happy and have fun。没错，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Family Challenge。
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项目叫做生存挑战。想要在野外生存呢，就是必须要懂得知道如何生火。可是我们原本的计划是想要在这边直接用他们现成的专门生炉火的地方，但是刚刚管理员跟我们说 fire ban， 所以不能直接生炉火，要向他们租借他们专属的 fire pit。我们原本的目标是想说呢，让小朋友去到处捡落叶呀，自己来生火，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我们可能就稍微改变一下。生好火之后呢，让小朋友们烤棉花糖，要烤的完美的金黄色，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生存的挑战。所以小朋友们 ，Are you ready? Yes. Let's roast. 然后呢，就来烤，两面都金黄之后要给我看，不要烤焦啊，要像烤乳猪一样来配。这个太焦了，你们要失败，你也失败，大家都烤焦。No， 我们算是 golden brown 啦，妹妹成功。Nice， 好棒哦 ！OK， 所以成功生了萤火，也成功的把棉花糖烧得金黄，所以我们的生存挑战成功。现在来给大家看北美流行的露营点心，叫 s'mores。首先就是要把这个棉花糖烤得温热、焦焦的，烤焦黄了之后呢，就把刚烤好的棉花糖放在这个全麦饼干上面，一定要是这种 graham 的 cracker 的全麦饼干，然后再放上一片 Hershey's 的巧克力，最后再放一片全麦饼干夹成三明治。好吃哦！姐姐也成功做了 s'mores。哦，好棒哦！然后刚刚小朋友棉花糖呢，一直不停的烤，重复的烤，那个长叉子呢，前面呢就变得非常的黏，非常的不好洗。那刚刚朋友就跟我建议说，可以拿纸巾，然后弄得非常湿，包起来，包一整个晚上，隔天早上的时候呢，就会变得非常好洗。哇，还真的一洗就掉了耶！这是我学到的菜鸟注意事项。早安，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我晚上没有睡觉。营地里面在夜晚的时候其实很安静，所以呢，任何人讲话其实都可以听得到。那我睡觉又是那种敏感体质的，稀稀疏疏的声音，我就会睡不着。昨晚大大小小就在嘻嘻哈哈，还玩了许久没玩的仙女棒。朋友说过夜的时候要把所有的食物都要放到车上，所以我非常乖的照做。大家鸟兽散后，也没有忘了要把萤火给熄灭。后来发现一到夜晚，蚊虫开始变超多，赶快3个人躲回帐篷，穿上睡衣，再一起去厕所盥洗。想不到水超冰，洗得我哇哇叫，脸好冰。还忘了带毛巾洗脸，只好湿淋淋的一起狼狈躲回帐篷睡觉。菜鸟我发现原来营地晚上真的超暗，原以为手机灯光就够一般的走路，后来还是靠备用甲油灯的一盏明灯走在黑夜，所以晚上真的要带灯，不管是手电筒还是头灯。然后我没有多喷洒防蚊液在帐篷的四周，晚上虫子超多，还有一只超大的飞虫误闯我们帐篷的里面的隔层，翅膀在那边哒哒哒哒哒哒，声音吵了一整晚。幸好我家2只睡得跟猪一样啊，所以今天要好好的喷洒。重点是啊，我不是说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吗？除了人的声音会影响到我之外，因为我是跟我家妹妹一起睡的，那她睡觉的时候没有睡在睡袋里面，因为营地在晚上的时候其实还蛮冷的，那我就只好拿她的外套跟剩余的睡袋的一角，就是尽量的给她盖在她身上，只要在半夜一有动静，我就时不时的要看，再重新给她补盖上，这样她的睡姿其实也不是很好，会一直把我踢下床，所以我好不容易可能稍微睡着了1个小时吧。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大概有半个身体是在地上的，因为被妹妹给挤到床下，然后再发现我那个气垫其实已经软烂的差不多了。我也不知道那个气垫也许有洞，买的品质不是特别高档的那种，所以它会一直漏气。其实白天的时候就一直不停的在漏气，然后不停的在重新的充气，实在是挺麻烦的。气垫床可能不适合我吧，那也许以后改睡别的床。那是什么？以后再说吧，我也不知道。现在反正呢，如果你们看到我今天一整天状况不是很好，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那现在起来了，所以要开始我们的早晨时光。我是第一个起床的，那2只小鬼呢都还在赖床，我就自己先去做我平常起床会做的事情。就在冷飕飕的清晨，自己走去厕所尿尿，再用冰凉凉的水来刷牙洗脸。擦个保养品，涂个防晒油，因为要录影，所以还是要化妆一下。结束之后再回来躲回帐篷，开启我们的防护罩，燃起我们的金色穹顶。那今天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会犯出什么菜鸟才会犯的错，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也在第一天完成了7个家庭挑战之中的2个，分别是生存还有责任，还有剩下5个挑战想要完成。我觉得在这段露营的过程之中，时间其实过得还蛮快的，所以能完成多少，我其实也没那么大的把握。这意味着 Family Challenge。这个挑战是2姐妹主动提出，想要在大自然的环境下做早餐。但别忘了，家庭挑战有2个规则得要遵守，都要在露营期间完成，得要3个人一起完成。所以2姐姐掌厨的同时，我就当他们的助手，一起来完成这个挑战。Are you ready? Yes. 姐姐想做松饼，所以我们有带来自制的松饼粉跟蛋。那牛奶就是跟朋友借，谢谢。姐姐着手进行松饼团，弄到满意的程度后就开始煎啦。哇 ，nice！ 这有锅子的意思，棒，姐姐。I've cooked this many times before. At home, so it's easier. Yeah. I'm honey on the table. 妹妹小心不要切到手。哎，我的妈呀！啊，你掉到地上了，赶快去洗，赶快去洗。收完后收拾碗筷，人人有责，所以就算挑战早已完成，我们还是做昨天晚上同样的事，把吃脏的碗盘一起拿到营地的洗碗处，把吃脏的碗盘用洗碗巾好好的洗干净，再把洗好的碗盘一起拿回桌上擦干。然后，哇啦，我们来到了 Alice Lake。我们把家当从露营地搬到车上，开车来到美丽的湖边，再把家当从车子拿下来。这2天 Squamish 的天气非常好，气温是炙热的28度、29度。这边的湖水也是非常的出名，离我们营区开车就只有10分钟哦。哇塞，换衣裳哦，超 pro 的你们。我们还用朋友带来的划船，这个比去健身房还累。爱水的姐姐玩得不亦乐乎，不爱水的妹妹坐中间帮我们拿帽子跟手机，也很开心。当天气温热的刚刚好，还有一点微风，在湖上划船不会觉得晒，很适合把2天的运动量补回来。我的帽子掉了，刚刚出来一阵大风，娇姐，谢谢你。专家说，好奇探索是孩子的天性，整个大自然就是孩子的游乐场。我们接下来的家庭挑战就是探索，要一起找出海陆空各一种的生物，并拍照佐证。Guys, are you ready? Yes. Are you ready? Yes. Let's go， 去找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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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必须要自然的，大自然的。你要找到什么吗？各位小小探险家。Take a photo. Yay! Can we go find any land animals? Hi. Bugs, any whatever, insects. This is a sign of bird. 我们要活的。Close the camera. Oh, dragonfly. 你找到了。我们找到了代表天空的蜻蜓，水上的鸭子，地上的就交给大雁吧。所以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这个探险挑战成功。回营区后，我们拿换洗衣服去这边的淋浴间，选了一间进去，投进1块钱，开启4分钟的战斗澡。姐妹俩都战斗澡完之后，轮到我，但怕2姐妹等到天荒地老，我就迅速的头也没洗，只冲了身体。之后拿出1元商店买的绳子绑在树上，晒干湿的浴巾跟泳衣。由于前晚没睡好，此时人早已走神，晚餐就随便热个鸡汤面罐头，配着剩下的吐司面包将就吃。由于我们的充气睡床实在太不可靠，朋友借了我们他们备用的睡垫，看今晚能不能一觉好眠。好像鸡蛋仔哦，抹茶鸡蛋仔，蓝莓鸡蛋仔。之后大家也珍惜着我们最后一晚的如火之夜，就来到第3天早上啦。昨天晚上总算睡得还不错，一觉睡到天亮，感谢朋友的睡垫啊。醒来后当然要吃早餐，但我们带来的食物都已经没有剩了，所以只好去这边的商店买了些女儿们想吃的食物带回去。我习惯不吃早餐，所以瞪大眼睛看他们吃。开玩笑的，是趁此时开始收拾东西，把朋友借的睡垫还给他们。耶，谢谢。
把不可靠的充气睡床压扁折好放进盒子，把不可靠的充气睡床放到车上，把睡袋做成睡袋卷包起来，把睡袋卷放到车上，把干物拿下来收好，把绳子松绑还它自由之身，也把其他无微不微全都装好，暂时放桌上。所以我们的菜鸟露营日记也即将到入尾声。我们这3天2夜的露营虽然短，也是第一次，但已经学到了好多好多。现在来讲最后一个学到的，就是来到没有电的营地，一定要带发电机。能有充电的发电机很重要，尤其是我这3天拍摄，以为靠一个随身充电器就够用，结果还好朋友有带发电机，不然这影片就难产啦。所以这集就分享个人第一次在露营所犯的所有的错误跟学习到的事情，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点帮助。再来是7个家庭挑战，我们目前完成了4个，原本设定的另外3个挑战，分别是要观赏到黑夜星空的欣赏挑战，用大自然物来创作的创造挑战，跟 Family Challenge。最近受到台湾某知名网红的启发，所以我们也想要身心都得到能量。这个挑战是要在野外做舒展身心的瑜伽，提升我们的心灵能量。Girls,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Say yes. Yes. Right leg up, right leg up, left hand up. Sending the left leg back. Left leg, Ellie, 那是 right leg. 心灵挑战完成。所以最后呢，就是有2个挑战我们没有机会达成。当初是为了想说这是首次的露营，所以想特别制造一些回忆。但是我后面其实越来越疲累，所以不想把自己给搞死。但其实就算没有做这些家庭挑战，我们这2天做的事情其实也已经够我们回味了，是吧？那露营之前呢，我最大的犹豫其实就是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办得到，带着2个孩子在有一大堆蚊虫的大自然环境之下睡觉。1打2的我呢，其实已经常常觉得就是无法顾及孩子在日常生活的许多事，知道露营呢会比平常更辛苦，我干嘛要给自己找这么多的麻烦？但这次看他们过得好像还蛮开心的，所以算值得吧。下次你们还会想要在 camping 是不是 Yeah. 既然他们表达以后还想再录，那好吧，这种麻烦我愿意。没达成的挑战就下次再做吧。那我也一样，也是会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所以1打2露营累吗？当然累，但是其实更累的是1打2还要边拍影片。OK， 这个帐篷可有的收了。